篮下过乔加碰瓷假帅，科尔将恩比德视为亲爹，无视浓眉状态。杜兰特首发无望，库里6记3分找回状态。美国大胜塞尔维亚，杰伦布朗公开道歉，布朗尼并不菜，能跟儿子一起打 NBA 很伟大。球场之外，胖杰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灌篮的胖杰。巴黎奥运会临近开幕，美国男篮加紧热身。北京时间7月18日凌晨，美国男篮与塞尔维亚队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进行了一场热身赛。这一次，美国队没有再延续上一场比赛中略显疲软的状态，毫无悬念的以105比79大胜对手，展现了真正实力。上一场表现不佳的库里在本场比赛中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4分，其中命中了6记3分球。塞尔维亚队中的 NBA 上赛季常规赛 MVP 约基奇得到了16分11个篮板的2双数据。前2场热身赛，美国队虽然都赢下了比赛，但是都没能打出巨大的分差，特别是只赢了澳大利亚队6分。这表明如今的美国男篮即便拥有詹姆斯、库里、杜兰特这样的顶尖球星，在世界篮坛也不敢说能轻松赢下所有欧美球队。但本场比赛美国队的状态不错，特别是上场表现失常的库里一扫低迷手感，开场就连中3个3分。塞尔维亚队在约基奇的带领下展开反击，首节比赛两队打成28平。此后塞尔维亚队就开始顶不住了，因为美国队不仅有库里的远投，还有强横的詹姆斯、恩比德和戴维斯，以及爱德华兹、阿德巴约这些更能打更卖力的。而塞尔维亚队仅有约基奇，他们的另外一位美职篮球星博格达诺维奇缺席了这场比赛。半场美国队领先14分，最终以26分大胜对手。库里全场比赛命中6记3分，得到24分，是两队唯一得分突破20分的球员。詹姆斯、爱德华兹、阿德巴约也得分上双。在国际篮联赛制40分钟比赛内，美国队砍下105分，对手还是塞尔维亚这样的世界顶级男篮，可见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强大的。约基奇拿到16分11篮板的2双数据，表现也不错，但球队整体实力有欠缺，输掉比赛在情理之中。美国队拿下热身赛3连胜，球星们的状态也越调越好，只是杜兰特一直缺席是球迷们比较担心的一点。接下来，美国队还将与南苏丹队热身，这支球队和塞尔维亚队一样，也是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同组对手。通常来说，无论世界杯还是奥运会这样的大赛，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项目，同小组对手之间不会提前进行热身赛，但美国队偏就反其道而行之，而对手们也都不在乎。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美国男篮的强大，大家都不会过多考虑输赢。在3场热身赛过后，本届美国男篮总得分排名如下：爱德华兹43分，库里39分，蒙维34分，阿德巴约33分，詹姆斯28分，布克28分，霍勒迪24分，恩比德23分，塔图姆19分，哈利伯顿8分，怀特1分。赛后，美国男篮的3姓族人乔尔·恩比德却登上了全媒体日热搜榜第1。答案也很简单，他实在是太拉胯了。全场比赛16分钟，8中2， 3分3中0，罚球4中4，拿到8分8篮板3助攻1抢断25%，命中率25%。他在场又是负效果，不知道科尔为何如此钟情于他。比赛中，恩比德为了造犯规真是煞费苦心，他持球后等着约基奇过来，他朝约基奇身上跳起来，结果自己假摔在地，裁判没有理会，他还朝着裁判摊手。更为离谱的是，爱德华兹突破吸引包夹给篮下空位的恩比德，恩比德空位上篮来了一个过桥，整场比赛恩比德就是一个喜剧人一般的存在。赛后，恩比德在采访中说：“我正在享受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因为在跟很多明星打球，我很放松很开心，我只需要闲逛加一些小事即可。抱大腿说的这么愉快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”史蒂夫·科尔在赛后的采访中说：“我很喜欢库里、詹姆斯、恩比德的先发组合，我计划让恩比德继续留在先发阵容中。独行侠媒体忍不住了，我们觉得应该让莱弗利取代恩比德进入美国男篮阵容。恩比德在 FIBA 的规则下就像是托马斯·布莱恩特。在这几场比赛中，谩骂最多的一个球员肯定就是恩比德。当然，来到今天之后，虽然谩骂恩比德，更多的球员已经将其视为喜剧人。在这种加持下，就足以证明恩比德的表现到底有多糟糕了。也没有办法，确实恩比德能给到的帮助太少了。其中在进攻端，恩比德无法给到任何贡献。一个是他喜欢飘着投，不管是中投还是3分线，他基本上都很难打进。而且在比赛中连续假动作，迎着约基奇中投不中，即便是获得空篮的机会，恩比德也打不进。甚至在遭遇犯规的时候，恩比德直接摊手要犯规。无奈的是，他硬实力不够，却想通过裁判来的分，这样的决策就很莫名其妙。当然，恩比德在进攻端还有其他的表演，那就是他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传球失误，甚至队友都不知道恩比德想干嘛，他就是喜欢自娱自乐。从目前的表现，他在进攻端真的让人绝望，并且在防守端，恩比德的发挥也不行。在面对约基奇的时候，他完全就是被吊打，也没有办法，敏捷性太低。
节奏特别慢，不能适应快速强硬的节奏，所以来到奥运会或者是热身赛的时候，恩比德能给到的帮助少之又少。比赛中经常出现恩比德放弃防守，这一方面是态度不行，还有一方面他的实力不行，导致他在攻守都是让人绝望的发挥了。现在最适合恩比德的一个角色就是架首发，降低出场时间和球权，因为浓眉哥可以主导防守与篮板，阿德巴约还可以保持进攻端的稳定性，他们两个在攻守都可以给到实质性的贡献。只要恩比德别一直在球场上，他就无法成为战犯，这对于美国是一大保证。而即使他的表现已经成了这样，赛后科尔仍然没有把他撤下首发的想法，这也让人不禁怀疑恩比德手上到底是拿了什么把柄。大胜塞尔维亚的这场比赛，科尔使用的首发阵容是库里、霍勒迪、詹姆斯、塔图姆和恩比德。恩比德的表现依然不大稳定，出战16分17秒，虽然得到8分8篮板，但投篮8中2，正负值是首发5人中最低的5。反观替补上场的浓眉，出战16分4秒，得到7分6篮板6盖帽，攻方统治力十足，他的正负值高达21。浓眉首发的呼声很高，但科尔有自己的坚持。赛后，他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喜欢首发阵容中的这3人，恩比德、库里和詹姆斯，我们一直关注他们周围的球员，显然我们也有其他很好的选择，但我喜欢把他们3个人放在一起。过去3场热身赛，科尔使用了3套首发，但詹姆斯、库里和恩比德都在首发阵容中，看来科尔已经确定了这3人在奥运会上的首发位置，不可在首场对加拿大比赛中首发，但后面2场科尔都用塔图姆首发，霍勒迪在对加拿大和塞尔维亚的比赛中首发，爱德华兹在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中首发。美媒认为，科尔继续调整首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杜兰特因伤还不能上场，如果杜兰特是健康状态，他预计会和詹姆斯、库里一起首发。杜兰特仍是美国男篮未来首发的变数。科尔此前也说过，自己喜欢把浓眉和阿德巴约放在一起。从另一个角度出发，浓眉和阿德巴约一起从替补席上登场，这样的内线组合让其他球队根本无力招架。阿德巴约3场热身赛场均11分5.7篮板，对塞尔维亚一战，他得到17分，投篮9中6，3分5中3。赛后，詹姆斯调侃阿德巴约变成了水花兄弟。加拿大男篮和塞尔维亚男篮被视为是美国奥运夺冠的2大威胁，在热身赛上，美国队击败了这2个对手。布朗尼·詹姆斯最近在夏季联赛对阵凯尔特人的时候，因为表现不佳，遭到了2023到24赛季的总决赛 MVP 杰伦·布朗的嘲讽。杰伦·布朗被抓到在与女友交流的时候，嘲讽布朗尼·詹姆斯打不了 NBA， 不过因为他父亲的关系，他下赛季能在 NBA 打球。杰伦·布朗的言论也是引发了不少球迷媒体的关注。布朗尼·詹姆斯本来就因为表现不佳，遭到了不少球迷媒体的嘲讽和批评，加上球员工会副主席的这番话，布朗尼·詹姆斯的经纪人只能站出来为布朗尼·詹姆斯解围。里奇·保罗在节目中表示，你不能接受每个人的意见，并试图针对他们，他们有意见，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，至少他是一个真正在联盟中的人。因为有许多没有专业知识的专家，但他实际上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专家，所以他可以有自己的看法。但我了解杰伦，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只是在和我聊天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。就像为什么他会认为有人有他说这些话的视频，但布朗尼会保持低调，继续工作，用这些东西做燃料。杰伦·布朗作为球员工会副主席，在公开的场合说这番话确实有点不合适，他可以私下疯狂调侃，与朋友诉说，但是在直播的赛事里面这样说 NBA 球员确实不合适。这不，杰伦·布朗在几个小时后也是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很快又重新发表了自己对于杰伦·布朗的看法。显然，不少球迷媒体认为杰伦·布朗肯定是遭到了一些威胁，不然的话，他不可能改变自己对杰伦·布朗的评价。而杰伦·布朗在接受采访，公开道歉，并解释关于不觉得布朗尼是职业球员的事情，是这么说：能够和自己的儿子在 NBA 联盟洛杉矶湖人队中一起打球，是一种荣耀，体现了布朗·詹姆斯的伟大，身体耐操的持久性。布朗尼拥有取得成功的所有条件，期待着看他的成长。2023-2024赛季效力凯尔特人的杰伦·布朗，季后赛总共出战19比赛，场均得到23.9分、5.9篮板、3.3助攻，处处彰显人情世故。胖杰觉得布朗实在太委屈了，这年头大实话还不让人说了。毕竟布朗尼·詹姆斯大学首秀赛季场均才4.8分，今年在第55顺位被湖人选中，确实有点离谱了。在夏季联赛，布朗尼·詹姆斯打出了和大学首秀赛季差不多的表现，这也是引起了不少球迷媒体的不满。其实罪魁祸首还是勒布朗·詹姆斯。勒布朗·詹姆斯不应该过度吹捧布朗尼·詹姆斯，之前还表示很多现役 NBA 球员都不如布朗尼·詹姆斯。现在布朗尼·詹姆斯表现一旦不佳，肯定会遭到不少球迷媒体的嘲讽。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，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